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化身狐仙，颜值是否能让人惊呼绝世美颜？近几天，一则消息在娱乐圈和社交平台上悄然发酵，赵丽颖有望出演一部以狐仙为题材的新剧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引爆话题。毕竟，这位被誉为国民甜心的女演员，曾凭借《花千骨之否》应是绿肥红瘦、谁是凶手等多部作品塑造了坚毅又温柔的形象，而如今传出要挑战妖媚路线，不少网友都忍不住好奇，赵丽颖能演好狐仙吗？她的颜值能撑起那种勾魂摄魄的魅惑吗？不得不说，赵丽颖和狐仙这两个词放在一起，确实挺有冲击感。赵丽颖给人的第一印象一直是干净真诚坚韧，她身上那种小人物逆袭的能量，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。她的甜美笑容是很多人心中邻家妹妹的代名词。但狐仙呢？这个角色自古以来便代表着一种危险的魅惑，是人心欲望的具象化。她们美丽、神秘、聪慧，甚至狡黠，用一颦一笑、一眼一瞬，足以让人沉沦。于是，当这两个极端气质碰撞在一起，就注定要引发讨论。有人说，赵丽颖太纯了，演不出那种妖气；也有人反驳，正因为她纯，才更容易让人惊艳。反差越大，爆发越强。双引号。的确，这种清纯与妖媚的反差，正是娱乐圈中最容易制造话题的元素。就像当年刘亦菲从神仙姐姐变成二代妖精里的狐妖，起初谁都质疑她太仙，结果一上映，那种高冷又俏皮的魅力反而成了记忆点。赵丽颖是否也能完成这样的二次蜕变？网友脑洞大开，清纯狐仙还是暗黑女王？消息一传出，微博和抖音的评论区瞬间炸了锅，网友们纷纷开动脑洞，为赵丽颖的狐仙造型出谋划策。有人想象她穿着银白色薄纱，发间点缀灵狐耳饰，眼神清澈中带点惑人心魄的光，那是一种清纯中带媚的极致反差。也有人更期待她尝试暗黑路线，烈焰红唇，长指尖甲，眼尾挑起3分杀气，让人一眼惊艳，3秒臣服。有设计大神甚至已经在网上 P 出了赵丽颖的狐仙定妆照，图中她一袭墨红纱衣，发髻高挽，眼神冷艳如刀，嘴角微勾的弧度仿佛藏着千年心机。网友直呼，这才是真狐仙，赵丽颖完全可以驾驭。双引号。不过，也有理性的声音指出，赵丽颖的脸型偏圆，少了点狐狸的狡黠感。她的五官太干净了，如果造型师不够大胆，很容易拍成仙女狐，而不是妖狐。双引号。这也正说明，想让赵丽颖演好狐仙，不仅要靠演技，更要靠造型、气场和故事氛围的共同塑造。要分析她能否演好狐仙，就必须回头看看赵丽颖一路走来的表演轨迹。从《陆贞传奇》里的聪慧少女，到《花千骨》中的善良徒弟；从《楚乔传》的冷血女战士，到《知否》的隐忍妻主，赵丽颖的每一个角色都像她人生的一个阶段，她从不拒绝挑战。特别是在《花千骨》后期，她黑化时那双含泪又狠绝的眼睛，让无数观众至今难忘。那一幕，她不再是单纯的小徒弟，而是一位被命运逼到极致、带着妖气的神女。其实，从那时起，她就已经展露出能驾驭魅惑气质的潜力，只是当时剧情偏向仙侠悲剧线，没有完全释放她的妖性张力。如果如今真有机会出演狐仙，那将是她第一次正面诠释魅惑这一主题角色，这不仅是挑战，更可能成为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。狐仙一直是华语影视中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幻想女性形象，从《封神榜》里的妲己
到《聊斋志异》里的聂小倩，再到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白浅，她们都拥有共通点：美丽、智慧、危险，却又有一丝人性的柔软。观众爱她们，不只是因为她们美，而是因为她们复杂。她们既能勾魂摄魄，又能真情流露，既是妖，又是人心的倒影。而赵丽颖若想演好这个角色，就必须平衡这两种力量，既要让人心动，又不能让人厌；既要妖艳动人，又要保留灵魂的善意。她不能只是扮成狐仙，而要成为狐仙。换句话说，她需要的不仅是化妆、造型，而是由内而外的角色转化。正如网友所说，赵丽颖能否封神，造型师至关重要。首先是服装，狐仙的造型不能走传统路线，什么碧色华上早已烂大街。如果真要出彩，必须有视觉冲击力，比如冰蓝、银灰、血红这些色系，既能突出神秘感，又能映衬她的肤色。其次是妆容，赵丽颖的五官线条柔和，若想有妖气，眼妆就得做足文章，可以适当拉长眼尾，加深阴影，唇色也要从粉嫩转向偏冷的红棕调，营造出危险又克制的感觉。最后是神态，狐仙不是妖艳女人的代名词，而是一种控制感。赵丽颖若能用她那双含情带微的眼睛，表现出笑里藏刀的情绪，那种反差感足以让人沉沦。演技上，她的兼具灵动与压迫，既能楚楚动人，又能在瞬间锋芒毕露，这正是她与角色之间最迷人的化学反应点。说到狐仙脸，娱乐圈从不缺杨幂的狐狸眼，佟丽娅的抑郁感，迪丽热巴的浓颜魅惑，张雨绮的御姐气场，每一位都曾被称为天生狐香。而赵丽颖恰恰是这类型之外的存在，她没有浓颜，没有刀锋五官，却有一张极具故事感的脸，那种表情一动，情绪就跟着波动的能力，是很多演员无法复制的。所以她若真演狐仙，可能不会走致命性感那条路，而是用眼神和情感去表现一只有灵魂、有爱意的狐仙。也许她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狐仙美学，不是冷艳，不是妖娆，而是纯净中带媚，柔中带狠。这反而更符合赵丽颖的特质。她从不靠外在取胜，而是靠内心的真诚与能量感染观众。网友热评，一半质疑，一半期待。在社交平台上，对赵丽颖演狐仙的讨论几乎形成两大阵营。支持派认为，赵丽颖演技早就有目共睹，她能把最普通的角色演出灵气。看她在《谁是凶手》里那种冷静又压抑的情绪，就知道她完全有潜力。她要是真演狐仙，绝对能颠覆形象。双引号。质疑派则表示，她太人间感，演狐仙怕不够非人感，这类角色太吃造型，万一造型翻车，那就难看了。还是希望她多演现实题材，狐仙太虚幻，不适合她。双引号。不过，更多理性观众给出了中肯意见，赵丽颖的演技没问题，就看剧本够不够好，造型能不能出彩。她演狐仙，关键要有情感深度，不然只会变成普通的美人皮。双引号。这其实点出了问题的核心。赵丽颖的挑战不只是外形反差，更是情感层面的突破。赵丽颖这些年早已不再是偶像，而是一个符号。她的成功代表着努力可以逆袭的精神。她从龙套一路爬上金鹰视后，从农村姑娘走到国际红毯。她的形象干净、自律、有韧劲，这正是大众喜欢她的原因。所以，当她选择出演狐仙一个看似危险的角色，其实是她主动打破舒适圈的表现。她在告诉观众，我不是只会演好人、甜妹，我也可以演复杂、矛盾，甚至妖异的角色。双引号。这种主动求变的勇气，
本身就是演员最稀缺的品质。如果赵丽颖真的接下狐仙角色，那么无论结果如何，这部剧都将成为全网焦点。她演好了，观众会说她不只是甜美，她是百变的女王。她演一般，观众也会讨论她至少尝试了别人不敢尝试的领域。双引号。而从宣传角度来看，赵丽颖演狐仙这个话题自带热度，网友 P 图、短视频剪辑、造型分析、同人创作，全网都会围绕她展开讨论。可以预见的是，这部剧一旦播出，将成为年度话题王，而赵丽颖也可能借此完成从国民甜妹到东方魅影的再度飞升。结语：她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惊艳一次。有人说赵丽颖不适合演狐仙，也有人说她演什么都能成经典。其实无论结果如何，她已经赢了，因为她敢于挑战自我，敢于推翻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。在这个越来越追求流量安全的时代，赵丽颖的每一次破格都是她对演员身份的再定义。或许她演的狐仙不会是最妖艳的，但一定是最有故事的。她的狐仙可能不是红唇烈焰，而是一双会说话的眼；不是魅惑众生，而是千年孤独中的一抹人性温柔。当那一刻她出现在荧幕上，哪怕只是一眼，也足以让人心底惊呼。这就是赵丽颖的绝世美颜。